破个坎出来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哎呀，坏龙，嘴里不停地咿咿呀呀着，但从那语气不难听出是对眼前大人的控诉。哼，骂得还挺难听。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一团，傅映觉小声道：白费力气，长得半点不像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团子玩得专心，没理会他。没名字？那我取一个吧。你这一辈从锦字，李，傅锦离。男人一字一顿，越品越满意。不错，就叫傅锦离。玩得不亦乐乎的小崽子全然不知，自己就被这样敷衍地冠上了伴随自己一生的东西，始终还是刚出来。没玩一会儿，那眼皮子就忍不住一下一下耷了，困极了。半晌，傅映觉嗤笑一声，扯上被子也转头睡下。傅映觉是个十分自律且警觉的人，可今日这歹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直至呼吸不上，胸腔传来窒息感，他才察觉出来。睡梦中的人大脑立刻苏醒过来，傅映觉鲜红的唇角轻咧，活的不耐烦了，可话未说完。稚嫩又奶气的哭声让傅映觉陡然僵住，他此刻才算是后知后觉，明白他大概是抓住了个什么东西，眼睛蓦地睁开，果不其然，那可怜兮兮被自己牢牢把住，大眼睛泪珠滚滚，嚎得凄惨的人，不是他昨晚生的那个又是谁？陛下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无事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不知道是你。可那么小的人哪会听他讲道理？别哭了，声音陡然严厉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让你打回来成不成？切，哭包。我轻点儿。好不容易弄干净了，一大一小就这么坐在榻上相望着，也不说话。还是傅映觉察觉了不对劲。诶，怎么变大了？方才手忙脚乱也没注意看，昨晚还比个球大不了多少的人，现在已是个3、4岁小孩的模样，倒是和梦里见着时一样了。你们龙崽子都睡一觉就长大了？嚎什么呢？坏了。哟，会说话了。我是你爹。我爹。抱我，抱姐姐。傅锦离，叫傅锦离。你小梨子小。陛下，起身了。喂，待会儿我出去，你一个人待在这里行吗？苏轸，陛下吩咐。今日早朝你不必跟去了，替我备几套女童的衣裳，约莫……傅映觉回想了片刻，这么高。是。今日寝殿闭锁，所有人不得入内。是。姐，小猫一样奶声奶气地回道，没有回应，又提高了声音。爹。小团子张望着四处打量，店里很大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爹。爹。一会儿又对在镂空飘着云雾的麒麟手香炉上。爹。不绝于耳的唤爹声起起伏伏。打你，死乎你，欺负你！出了气的奶团子大大的哼了一声，小嘴都快撅到天上去了。带下了早朝，傅映觉脚下生风，
刚踏入内室，就能听见独属于孩童小小的呼噜声从床榻上传来。傅锦离，起床了，龙崽子。不见了，爹爹不见，被坏蛋抓走。没抓走，干活去了。抓走，不要我。行，抓走。饿了，爹爹饿。知道了。转头就去吩咐工人传膳，清淡软糯些的，再拿一些点心和零嘴。是。将早上吩咐的那些拿上来。是。衣服很快送了上来。来，过来看看，喜欢哪个？是谁嘛？你的衣服呀。不要。不喜欢？我小龙砖，小龙漂亮。他努力的比划。是大龙，我是小龙啊！哇哦！都给你穿了，我穿什么？穿这个。小手指着一旁为他准备的花花绿绿，笑得甜滋滋的捧给傅映觉。这个爹爹穿，漂亮。他已经想好了，爹爹喜欢小裙子，他喜欢大金龙。那是小姑娘穿的。谢谢小姑娘。你今天先穿这些，明日……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待会儿就去给你做新的吧，都给你绣上龙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吧。好了，去换吧。小人也没觉得哪里不妥，抱着衣服就往内殿跑。许久不见人出来，忍不住催促：不是饿了吗？动作快些。好。话音刚落，小人也一摇一摆地走了出来。你不会穿衣服？会穿，第几件？这穿的什么？肩上挂一块，腰间拧一团。如果说刚刚那龙袍是土匪，那这件就是小叫花。穿不好要叫人的。小梨子会的。我知道你会，是我想给你穿。不一会儿，内殿又传出了父女俩小声争论、克制又暴躁的声音。弄那么多袋子干嘛？漂亮。再漂亮能有那么多层？抬手。错了，是扣这个。你懂还是我懂？小奶娃不情愿。丑。好看好看，打个结有什么丑不丑？我漂亮。要看。傅映觉又将他抱到镜台前。干嘛？我的脚脚。看他傻呆呆咧着嘴笑。脚怎么了？小丫头也不说话，直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她以为爹爹再把她孵出来，她的小脚就消失了，就不是小龙了。好了，行了。带着小孩用了膳。睡觉，爹爹睡觉去。是你的吧？不成调的小奶音一下一下从口中传来。唱着唱着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的龙，他的漂亮石头，睡觉了，找小龙睡觉了。爹爹。没有人回答，小团子决定自食其力。小龙乖乖，爹爹带我，小梨子带小龙。傅映觉乌发半干着回来，浅色的寝衣让他眉目间的灵力软化了许多。嘀咕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小梨子没有说话。傅映觉轻吃，可刚一沾到床上，有个硬物硌在他背膀处。傅锦离。啊！奶包子一脸无辜。
不许将这些稀奇古怪的带上榻。是小梨子的，不许带。爹爹带小梨子，小梨子带小龙。不行，当心半夜磕着你。就要。傅映觉一堵，还是个孩子，还是个孩子。他这般在心里告诫自己。你和爹爹睡，他有自己的爹，要回家睡。明日给你拿个没爹的。真的。真的。再三答应之后，小团子这才作罢。翌日，爹爹不走。不走，你乖乖待着，像昨日一样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小丫头不情愿。不是要小龙，我找了，待会儿给你带回来。好。他起身就要向外，刚转过身就觉得身后传来一阵窒色。怎么？奶团子趴在床边拽着他的衣角，一只小手指指自己乱糟糟的头发，2天未打理过。爹爹扎。要我给你扎？好吧。不过片刻光景，傅英觉忍不住对自己产生了质疑，看着吊在奶团子头上还时不时扫动几下的小扫帚。爹爹快快。马上。努力了很久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嗨咻。小团子跳下袖墩，鬼使神差的他磨磨蹭蹭挪到了门边，他要去找爹爹。奶团子猫着身子溜出去，走不见了。爹爹。这时可快着些，云娘娘那边还等着呢。说可快，云娘娘怪会为难人，光是那樱桃萝卜卷儿就够好一通忙活。什么时节了，哪还有樱桃？小蹄子，你是真不要命了，被人听见要了你脑袋。喵！妈妈，吃！妈妈吃！小猫急通人性的喵呜了一声，偏过头去，拒绝之意显而易见。不气哥哥，你叫我玩吗？喵！我要找爹爹。喵喵！一人一猫有来有往，也不知对方是听没听懂。妈妈，等等我呀！不知道白猫要去往什么地方，奶团子只紧紧跟着他。妈妈！可哪里还有小白猫的影子？这时若有似无的叫声传来，小团子眼睛一亮。是妈妈！喵！妈妈！喵！他钻过一个假山石，奶声奶气学着猫叫，终于在台阶上看见了那白猫以及白猫身边的一个人。啊，你是小妖怪吗？眼前的奶团子小身子一僵，他此刻更直观地看见了他头上的小角。你是小妖怪？奶团子一听可不高兴了。不是妖怪，不是呀，我是小龙。哦！还动手比划了个自认凶狠的姿势。谁知那男孩子更激动了。你是来抓我的吗？不是的。你不抓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爹爹。找爹爹？这里没有你爹爹。有。祁阳也纳闷，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。给你。祁阳不明所以，但还是接了过来。见他收了，小丫头一喜，又伸爪子进去摸，各色各样的糖果子被一股脑塞在了祁阳的手中。哇，你有好多糖啊！奶团子大力的点点头。快吃快吃！祁阳也不疑有他，只当是个心善的小妖怪给他送好吃的。谢谢你。他吃得开心，傅锦离看得开心。走走。啊，走哪里呀？找爹爹。我不找爹爹啊。小梨子找，我不见，
爹爹哭。祁阳瞪大眼，所以他刚才给的是卖参糕点，就等着他吃完带他去找爹了。小妖怪找爹爹，没准找出来是个吃人的大妖怪，可是都吃掉他的东西了，不帮他又说不过去。半晌，去哪里找你爹爹？房子里大大的东西，大大的床，打进了啊呜！你再想一想，仔细一点儿。爹爹，刚刚无了，这里了。他先踮着脚，小手举得老高，又扯着衣服给祁阳看，示意他爹爹长得高高的，这里有龙。恕祁阳见识浅薄，你说了好多龙，可是只有大启的皇帝才能有很多龙。眼神在他身上打量一下。不过不可能是他，后宫多是女子，除了他就只有前朝那里有许多龙。我以前才到这里时，看见那柱子和廊上都雕着龙。莫不是你爹爹藏在那些硬疙瘩里了？祁阳一口气说太多，小小的脑袋根本转不过来。对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到那边去看看。但是不要被人发现了，不然我们就完蛋了。于是一个半大孩子牵着一个奶团子，再跟着一只白猫，就这么稀里糊涂踏上了征程。我们不能再过去了，那可是大启帝王的寝宫。为什么呀？他小鼻子像是狗狗一样动了动，现在离得近了，他分明能感受到爹爹的气息就在前方。听说大启的帝王手段很辣凌厉，若是叫他发现你，不得把你扒皮抽筋吃掉了。真的吗？找爹爹，爹爹打。不行的，反正我们不能从这里去。可是爹爹就在哪里？你爹怎么这么会找地方？但他心底还是抱了一丝侥幸，挣扎道：哎呀，莫不是你找错了，其实不在的。在的。好，那你跟我来。我们绕到小侧门，那里守卫不定岗，可以趁着他们巡逻的间隙溜进去。制定了计划，他带着小团子拐到了西侧的小门。就是现在，他们走了。我们从那里走。好。谁在那里？被发现了。你别出来，我去把他们引走。来不及看小人的反应，他转头就往小门外跑，还故意弄出了动静。那几人果然追着他跑了出去。被抓走了。找爹爹，救命啊！爹爹！谁知一头就撞上了个硬东西。慌什么呢？爹爹救救！坏人抓走！快被吃掉了！慢慢说。老父亲听得云里雾里，这下奶团子是真急哭了。被抓走了，爹爹，救救，不欠。到这里，傅应觉大概从他话里听出点什么来。乖乖待着，爹爹去救。陛下有何吩咐？去查今日殿中都是何人进出。是。另一头的祁阳仗着自己人小灵活，也不知道那小妖怪如何了。你今日出去了？找爹爹。可有遇到什么人呢？妈妈，小孩儿。这么一说，他又想起来了。救救呀！要完蛋！爹爹救救！
你先给我交代清楚，都发生了些什么？不然你的那小孩可活不下来。奶团子被吓到了，老老实实交代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不是让你乖乖等着吗？你要找爹爹。将委屈巴巴的人抱起来。还哭？你今日这般出去，若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叫你爹我怎么办？看着乖，也是个不老实的。爹爹去救我。救了。陛下，周尚书已经在偏殿，只待……苏展进来禀报，抬眼看去，目光一聚焦，殿中本应只有陛下一人，可那窝在陛下怀里的奶娃娃是谁？还是个异于常人的奶娃娃。看见了。前半句是对苏展的回应，后半句是什么意思？两人心知肚明。苏展僭越，望陛下恕罪。跪什么？不罚你。陛下仁善。本就没打算瞒你，不过迟早的事儿。傅锦离，抬头。奶团子没敢，感觉到人进来，又往自家爹爹怀里缩了几分。哼，怕什么？不是胆子大吗？地上低着头的人尽管知道女孩的身份不简单，但在傅应觉开口那一瞬还是惊住了。傅乃国姓，仅更是只关于下一辈的皇子皇女们。就是你想的那般，朕的女儿将会是大启的殿下，不出意外也将是大启唯一的殿下。苏展见过小殿下。爹爹有事儿，你乖乖跟苏展待在这儿啊。傅英觉掠过两人，跨门而出。磕到脑袋了，痛痛。苏展不痛。痛。痛痛起来。苏展，谢过小主子。傅应觉才踏入偏殿，周天早已候在一旁。臣周天参见陛下。免礼入座。是。禀陛下，上学宫修建姿势体大，此番江南及金秋入京游历学子与往年不同，除了少年人外，一同前来的还有少许垂髫小儿。大启自来有各地学子交换游历，各访风土人情。如今季秋刚过，学子年后入京，学宫建设也有条不紊。臣今日来是为治学院一事。如今恰逢上学宫开工，臣想着不若将太学扩建也一道提上日程，借年前规整好。周卿的提议尚可考虑，只怕到时候要辛苦你一些。为陛下分忧，乃臣之福气。晚些时候让苏展拟旨送去工部。谢陛下。这边谈着公事，另一边却是要轻松得多。苏闪要大金龙，头发上挂着。小主子要什么？大金龙。别理他，随便弄就行。真弄个大金龙挂上去，那才真叫人牙酸。自家爹爹回来的第一句就是气宰宰的。小主子如何都是漂亮的。倒没想到竟会是他。傅应觉语气莫名。那孩子倒有几分机灵，甩开了禁军。废物一群，周毅然也就这点本事了。周毅然乃宫中禁军统领，不知那祁阳陛下要如何处置？毕竟也是来雪国皇子，如何都是不好办的。朕何时将他来雪国放在眼中？既是他倒霉，见了不该见的人。话说到此，苏展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如此自是稳妥不过，只是小主子这里怕是圆满不得。爹爹想出去玩，妈妈玩，有个小孩玩。他心下纯善，不曾见过阴暗。小梨子
要救那小子。小梨子要救那小子。救小子，救弟弟，救！店内落针可闻，没一人开口。良久，傅应觉哑声道：着人看着，若有半点动静传出，不必问人，杀了便是。是。不知道小妖怪找到他爹没有？主子，用饭了。啊，来了。去得晚了，膳房那边没什么好东西了，主子将就着吃。辛苦七言了，不过是些果腹的东西，我又不挑嘴。哎，奴才想着也是，等过几日地里的菜长出来，奴才给主子做好吃的。好。这边主仆俩还算温情，那头的傅应觉却是头疼的厉害。不行，今日不能出去了。能的，我藏起来。我都在这儿了，你还出去干嘛？哼！你好好待着，明日叫苏展带你出去。陛下，您今日吩咐下去的那东西，怕是做得差不多了。听见没有？给你找的没爹的龙，你不许闹了啊，不然就给他认干爹。奶团子被哄得一愣一愣，倒也不开口闹着要去玩了，美其名曰天子早朝，国之大事。出去玩。经历了昨日那一出，他是忘不掉这3个字。天色尚早，小主子先用过早膳，苏展再带您出去。待用了早膳，是什么？将小主子藏起来，我们悄悄出去。藏起来，抓走弟弟裤。小主子待会儿可不能出声。小泉子。哎呦，干爹，您老人家怎么这时候出来了？圣上那头没跟着去啊？行了，你小子就是皮松。去，将殿内的宫女太监们都清出去，没有吩咐不得入内。是。说完他马不停蹄地开溜了。妈妈，你来找我玩。他笑得开心极了，可白猫却是焦躁地围着他转。喵喵喵！妈妈生气了。话音未落，只见那白猫厉叫一声，咬上他的衣摆，扯着他往门外去。不可以，要等苏展。白猫却是叫得更大声了。赶你走吗？要喵。好。终于，奶团子追着他到了个偏僻的小院子。妈妈，喵！不睡觉，醒来。鬼使神差的，奶团子双手慢慢放在了祁阳心口处，那里一片寂静。他死掉了，妈妈不哭。话音方落，贴在男孩心口处的双手下就汇聚出一个金色的光球。奶团子一双温软的眸子盯着那光球，从帽檐下掉落出的几缕银发也一寸寸地泛起了黑色。而光球缓缓地引入祁阳体内，祁阳悠悠转醒，眼神不断聚焦。小妖怪醒了，你醒啊！傅锦离猜着猫猫估计是让自己来救这个小孩的，如今祁阳醒了，他便想着该回去了。小梨子要回去，苏展找。奶团子光顾着看脚下，谁料刚跨过门槛，哎呀，很痛！哪里来的杂碎，也敢到本宫面前来放肆！不长眼的东西，谁家的小孩如此不知礼数？奴婢在宫中不曾见过这孩子。再说与那质子混在一起的，能是什么好人家的丫头？胆敢冲撞娘娘，将她带下去赏顿板子都不为过。算这小蹄子倒霉！来人呐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于娘娘不过宫妃，没有资格赖有私刑。小孩大坏蛋！哼，不过小小质子，别说动用私刑，
本宫今日要了这小蹄子的命，也没人敢说半句不是。你跟你那奴才命硬，伤成这样都没死成，你身后的小丫头可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你让是不让？余威厉声质问，祁阳仍倔强的半分不退。好好好，好骨气。眼见一个巴掌就要落在祁阳脸上，祁阳微微偏头，紧闭上双眼，可却没等到那巴掌落在脸上，倒是等来耳边一阵痛呼。娘！一小团冲过去撞在余威腿上。贱种，你敢！娘娘，娘娘没事吧？给本宫滚开！没用的东西，都给我抓起来！今日不要他半条命，本宫就不信于。是娘娘。哦，爹！放肆！才听得一声尖细的厉喝，众人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一道罡气震得飞了出去。哪里来的？可话未说完，身后传来的声音却叫他如坠冰窟。于妃真是好本事啊！朕今日倒要看看你于家57口人命够不够赔给朕的女儿。爹，爸爸，我的山痛痛。傅英觉心下又气又闷，可视线刚一放在短手短脚抱着自己腿的小人身上，小孩还是那个小孩，只银发不在，额上2个小角也消失无踪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小脚怎么不见了？跟爹爹说呀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很爹。粉雕玉琢的孩子哭成了个小泪人。小主子莫哭，慢慢说呀。爹，哭的小嗓子都发哑了。不哭了，爹爹在呢啊！坏人，打我和爹打头疼。油咸不够的将被蹭破的手举到傅应觉眼前。坏蛋，流血了，小李子死掉。死什么死啊？苏斩！陛下，今日在场宫人全部杖毙。是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奴婢一时糊涂，是于娘娘吩咐的，不敢不从啊！陛下饶命！傅英觉没有半分反应，很快余威带来的人便被捂着嘴带了下去。陛下饶命！臣妾不知啊，臣妾不知他是。于娘娘莫要惊扰圣驾。苏公公，你替本宫说句话呀！我不知那是小殿下，不然给我100个胆子都不敢如此啊！也不怪他此刻这般模样，陛下后宫女人不多，却是一个都不曾离性，全是世家重臣死活塞进来的，陛下眼都不曾赏一个。于娘娘手眼通天，权势深重，折煞苏斩了。欺负小孩子，我抓起来。傅应觉垂着眼，很是配合。没听见吗？小殿下说抓起来。不，殿下，小殿下，妾错了，饶命！我该死！求陛下放妾一马！我知道错了，殿下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殿下饶命啊！带下去，等候发落。是。祁阳静静站在一旁看着这闹剧，犹豫了许久，还是站了出来。苏公公，原是祁太子。苏公公，我……话未说完，苏斩就轻声打断。祁太子不来找苏斩，苏斩也要去寻太子的，烦请太子同我回去，陛下那头怕是要耽搁您几日了。站好。爹，哼，还知道我是你爹呢。我今日若是去晚一步，你可有想过是什么后果？
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不可一个人往外跑？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爹爹抱，不生气。不听话的小孩没有爹。有爹爹，有。不气，不生气了。爹爹，我不生气。还乱不乱跑了？不跑。不气起一个李子跑了。爹爹抱，今日都干了些什么？脚怎么玩没了？小孩死掉，妈妈哭哭。死了？冰冰的小梨子贴贴就醒了。贴什么贴？小姑娘哪能跟别人瞎贴？说她死掉了，妈妈叫小梨子。傅应觉干脆抬手将他整个都检查了个遍，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以后万不可再这般，别人死掉就死掉了，谁都不值得你冒险去救。若再叫我发现，你就是一条没有爹的龙崽。小梨子知道了。真的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没有。当天正午，2道圣旨马不停蹄送出了紫宸殿，昭示天下。一道剑指四妃之一于氏蛮横无理，以下犯上，在宫中屡用私刑，祸乱宫闱，谋害皇嗣，今褫夺封号，杖60，没入掖庭为奴。一道怒斥虞侯教女无方，生养无道，凭一女可窥家风，如此门户恐难当大任，着降爵为伯，不予世袭。陛下，人已经到了。皇上，祁阳见过大启陛下。起吧。是。朕想来雪国的太子殿下该是个聪明人。陛下既见祁阳，想来是有比杀了我更好的选择。更好？祁太子莫要高看了自己，不过丧家之犬，半分价值也无。这话伤人，却是事实。可惜啊，朕的公主2次保你，你如今这条命更是从她手底下捡来的。你说朕该如何？小妖怪。他早有猜测的，毕竟他当时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机在一点一点流失，可最后他却又醒了过来，伤口还无端愈合。若不是殿下，祁阳不会还站在此处。从那时起，祁阳的命便是属于殿下的。听闻大启皇室有一秘药，专用于饲养耳目爪牙，祁阳求陛下赐药。你倒是懂得多。傅应觉一人走出了小室，他前脚刚走，就有人端着漆黑的锦盒进来，随后传出的便是男孩咬紧牙关，忍着剧痛的声音：陛下，这是朕的女儿。既是小殿下，如何之前不曾见过？哦，藏得好。众臣无言以对。天家血脉不容混淆，小殿下乃朕之骨血一事，幸而有证。不知小殿下生母是哪位娘娘？爹爹娘娘。只有爹爹，是爹爹娘娘生的。他生在民间，生母早逝，是朕一手养大。说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这么大孩子是朕自己生出来的。如此，小殿下生母便是个良家民女。老夫看小殿下与陛下眉眼间颇有相似，再加之陛下金口玉言，想来此事断断做不了假。天佑我大启，总算是了却我一桩心事。声音不大，但隐约能入耳。傅应觉也没阻止他们，就静静看着。
只是有些想不通他们是怎么看出这胖脸和自己像的。爹爹，他们说悄悄话。老实待着。不久，下方的交谈声淡下去。臣等参见殿下，殿下千岁万福。如此，傅锦离的身份算是过了明路。金銮殿上陛下御笔，小殿下赐封号永嘉，封地泰州，永享上贡。小梨子也要去学堂。你才多大点儿，去什么学堂？可是洋洋也去了，爹爹。之所以发生这一幕是有原因的。自从不再被关在殿内后，除了找爹爹玩，找苏展玩，他还要找祁阳玩。偏这祁阳吧，7岁了，正是上学的年纪，哪能天天陪他，于是去找人扑了个空。要上学，小梨子，爱上学的去一会儿。不许去。去。你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一个人关在家里啊。我年纪也这么大了，你也不体谅体谅我。奶团子还是纠结，一边是出去玩，一边是老父亲。我好不容易把你生下来，你陪陪我怎么了？谁家小孩不陪爹爹呀？爹爹和小梨子上学。不行，那些臭老头不让爹出去。小梨子打他。哼，一人一家，你都得被踩成一个梨饼。唉，看来你是注定。组长陪爹爹。奶团子像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。小梨子上学，自己上学，苏展在家看爹爹。爹爹听话，苏展给糖，爹爹吃。最后，傅英爵毫不意外败下阵来。你上学就上学，带他干嘛？好，他陪爹爹在家。傅英爵，好小子，等以后有的你哭的。去玩，找大家玩。苏展送小主子到学堂就要回宫去了，治学院不许带随从，有什么事儿小主子就去找祁阳。待到下学，外边那个赶车的小犬子是我的徒弟，他来接您回去。小主子可莫要再乱跑了。小主子，去吧。苏展将奶团子朝着祭酒的方向一送。小殿下莫怕，下臣稍后就送您入学。好。他看起来好小。是啊，他是新来的小孩吗？怎么会有人想来上学啊？快跑！几人小声的闹作了一团。这是新送来进学的孩子，年纪也将到赤桃阁的入学标准。虽说陛下意思是不必透露，但吴博士却也要提点几分。我叫小梨子，爹爹说小梨子3岁了，爹爹不上学，是我自己一个。爹爹不上学，是我自己一个。他说话好好玩，我要跟他玩。他爹爹真好，都不让他上学。不对，他好可怜呀，自己一个人来上学。他爹爹对他不好，我对他好。那我以后肯定不欺负他。你就叫小梨子吗？有没有别的称呼了？比如说加上姓氏什么的。我是小梨子呀。好的，小梨子，你就坐到那里吧，可以吗？傅锦离乖乖走过去，盘腿坐下。他没有输。我没有，小梨子没有。可以，小梨子一个吗？可以。日水火，木金土。吴博士讲完了示意，开始带着孩子们张口读。月水火木金土。
此五行本无术，其五行本无术。周围的人听见他高声朗语，越发羡慕了。哇，他果然是十分优秀。晨课很快就结束，小梨子报回去读，爹爹听。赵持纵走过来，就听见他说了这么一句：哎，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呀？会被揍的。我以前也给我爹读书，我爹拿棍子抽我。我读得多好啊，他还揍我，提着棍子追着我跑，我大牙磕在门上掉了。真的吗？没错，是真的，就在我家门外那个石狮子旁边。你家住在哪里呀？我家，小梨子不知道。啊？那边。只见小人虎着脸十分肯定地抬手指了个方向。没错，就是那边。那边啊。到时你若是非被不可，被你爹打了，你就往大门外跑，那边窄巷子多，你就藏在里边，绝对没有人找得到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哪里啊？小问题。我给你。赵持纵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些？意气风发的某人戛然而止。你是不是没事干啊？我哪里惹你了？你一天逮着我凶个800回。你别一天天的找我不痛快，惹急了我上你许家找麻烦。你吵着别人学习还有理了？不是你有病吧？这夫子还没来，你学什么？徐雅却是冷笑一声。哼，自然，你一个连书都读不好，被赵将军提着棍子打出家门的纨绔，能懂个什么？你瞎说什么？我爹那是听不懂。你也就……不许说，不许说了。两人气氛剑拔弩张，没曾想徐雅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一道奶声奶气的呵斥截住。不过分，不许过分。小孩呆呆，不读书呆呆，不骂了，不然我小梨子说你也说。读不好书已经很难过了，还要被当着大家的面嘲笑，惨。小梨子是读书人了，听不得别人说读书不好。你又是谁？我可曾与你说话？喂，你凶他做什么？有什么你尽管对着我赵持纵来。今天但凡说句怕，小爷我不姓赵。你赵持纵今日为他得罪于我。你谁啊你？两人你来我往斗得不休，最后还是赵小爷战斗力更胜一筹。你别怕，你今日帮了我，那就是我罩着的人，谁敢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找我。上午的课其实很简单，在奶团子眼里嗖的一下就结束了。你不去吃饭吗？啊？5时了，你不饿吗？饿了，小梨子饿了，没有饭吃。唐眼呼吸一轻。你若是不嫌弃，可以跟我一起吃。可是小梨子吃多了。没事，有很多的。最后两人结伴逃出了太学。这是我的新同窗，我邀请他跟我一同用饭。啊，这样啊，跟同窗关系应当处好些。这是我准备的简陋，还望小姑娘莫嫌弃。我喜欢的，谢谢糖糖，谢谢糖糖娘娘。哎，慢慢吃啊，别噎着。好吃，小梨子吃光光。这边奶团子混到了吃喝，大口大口吃得喷香。另一边没接着自家小殿下的小拳子可急得满头大汗。哎呦，我的娘老爷呀，坏事了坏事了！干爹光记得下午下学时回家，忘记嘱咐小主子正午用赏食呀。想到干爹交代的那些，他越发慌乱。哎呀，
莫不是又吓跑了吧？我去时，赤桃阁已然没人，没见到小殿下的身影。小泉子见不得这太学，烦请齐太子再帮忙进去四处瞅瞅，我在外头在各处找一找。只能这般了。我的小主子哎！我在这里呀。哎呀，小主子要小泉子的命了，这要是出了事儿，可如何是好？老爷可不得扒了我的皮。糖糖给饭吃，小梨子吃大馒头，那么大。那学子也是个好心的，待见了他再行感谢。只吃了个馒头呀，小主子可还饿？是半个，太大了。馒头、大萝卜、咸咸的菜、汤、甜甜，还有连着说了好几样，如数家珍，看来是吃得十分满足。不饿就好。小主子下次找不见人，可不许跟别人乱走。这京中虽说安定，但保不齐有什么坏东西。小裙子给小梨子糖。小泉子笑了一下，还好金晨来装了糖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还要给小梨子2个，小粽子2个，糖糖2个。殿下认识这么多朋友了？没错。那是得多带些。小主子要记得少食些，莫让陛下生气。小梨子走，再会。小裙子再会。得偿所愿的小孩半点不留恋，哒哒哒转身就跑。哎呦，小主子可慢些。小梨子知道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找你好久了。你再晚一点可就要讲学了，小心夫子罚你抄书。奶团子没回应他，只神秘兮兮地示意他抬起手来。做什么呀？给小粽子吃。你买了糖？谢谢小梨子，我明天也给你带好玩的。你今日吃了些什么呀？给我说说好不好吃，我明天也吃。大馒头好脆。好的，我他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你吃的啥？大馒头啊。只吃这个吗？吃这个呀。无事，以后我给你带好吃的。真的？对。他真可怜，我一定每天给他带多多的好吃的。糖糖吃糖。我也有吗？小粽子有，糖糖有，小梨子也有。祁阳没寻到傅锦离，下午博士讲学时都有些心不在焉。这不，休息整顿时，他就跑来了赤桃阁。小梨子，洋洋，怎么样？在学院还好吗？好，女孩子凶凶，小梨子啊呜啊呜，保护小粽子，还吃了大馒头。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啊。若有人欺负你了，你就跑来找我，我就在那边。奶团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你带了小金龙没？对啊，在小包包里。那就行，若是来不及的话，就将小金龙摔在地上，他们自然不敢动你。不摔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。我回了，小梨子。给你。他够着身子过去还他。小心一些。没事。你家里人来接你吗？是我。你家里可远？不远的。明日要跟我一起吃饭吗？
小梨子可以呀，可是多多呀。多多，谢谢糖糖，小梨子明日带好吃的也要。小主子明日想吃些什么？叫小泉子给小主子带去做午食。午食，专心吃饭的奶团子从自己的饭碗里抬起头来。我不吃了。小主子不用午食会饿肚子的。小梨子不饿肚子了，小粽子和糖糖给小梨子带吃的呀。什么玩意儿？傅英觉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奶团子又天真的重复一遍，都不用给他送吃的，小粽子和糖糖给他带，又给爹爹省下一口饭。你是去上学的，不是去要饭的。你嘛，小梨子。我没有。就有。谁让你放着我的饭不吃，去吃别家饭？替小梨子记起办事。小梨子省饭给爹爹吃，爹爹吃长高高。多谢你。最后好说歹说，他就是不让小泉子给他带吃的，非说他有。傅锦鲤，你都上学了，没有课业吗？课业？什么课业？好啊你，喊着非要去上学，连课业都不做。你过来，给我说说今天都学了些什么。奶团子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，拎到了老父亲的旁边。说说看。今天学了可多东西啦，小梨子学的可认真，说出来吓死快爹。小梨子今天学了我和我脑子一片空空，我听的那一大堆东西呢？哼，你别是全忘了吧？没有，小梨子我离半天离不出半个屁来。哈哈哈，你可有人的眼泪说来就来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我的脑子被偷了。傅应觉哑口无言，小孩就是好啊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没偷，好着呢。想不出来，小梨子想不出来，爹爹知道为什么想不出。你是第一天上学，记不住正常的。那爹爹第一天记不住吗也？说来惭愧，他傅英觉自启蒙伊始，可以说是过目不忘，天资卓绝，一点就通，记不住完全不存在的。他面无表情。记不住。最后奶团子好不容易抽抽搭搭停下来。小梨子今日也来了，快来快来，姨今日做了大烧饼。奶团子吃得满嘴油光，昨日还只吃半个馒头，今天足足啃了2个大饼子，还意犹未尽。给姨给。你这丫头，给姨这个干啥？吃饭，小梨子吃饭。瞎说，你能吃多大点啊？不用给。对，咱家虽然不富裕，但吃的东西管够，你尽管来。最后奶团子糊里糊涂的被2人哄走了，方走到太学门外就被人叫住。你去吧。快来，我找你许久。找我？你忘了吗？我说了给你带好吃的。不一会儿，小团子打了个嗝。没事的，我以后每日都与你带，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太惨了，估计在家都被饿狠了。你若是在家挨了饿，也可来找我。小泉子今日是被委以重任的，陛下和干爹交代他，今日切记跟紧小殿下，有事及时向上禀报。那妇人与赵将军家中都盯紧一些，莫要出了岔子。又想起那妇人家中似是贫困，又道：可与财与物。顿了一下，接着问道：赵默近日又在给他那些兵要钱要粮了？是如此，
前2天还上折子哭穷来着。你亲自盯着，谁敢伸手就给他剁了。苏展明了，这是要给赵将军行个方便了。我的家中有把小剑，威风凛凛，好不锋利。我舞起剑来更是虎虎生风，唰唰啪啪啪。我爹说我这架势以后必是个大将军。又看他这么一个小不点，估计连剑都提不起来。你不可以，你打不过别人的。傅锦离撅着嘴，我很厉害。哈哈，你能有多厉害呀？到时候别被吓哭了。你老老实实待在京中，我以后自然会保护你。我也可以保护你的。两人就这么说说笑笑走着，才拐过游廊，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。你在家中如何霸道暂不论，说了不要在学堂里烦我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好笑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放过我。他是谁啊？是徐雅的姐姐。徐雅的姐姐名唤许兰。这许家如今我娘说了算，爹也只会疼我一人，是我一个人的爹爹。你若敢不合我意，回去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，哼，再多说几句，你那病秧子娘你不想要了吗？呵呵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徐雅光是对着我凶巴巴，对着许兰倒是可怜兮兮的。为什么和姐姐吵架？那是徐雅的庶姐。原来是徐雅的父亲在娶了她母亲之后，还养了个外室。他家里边乌烟瘴气的，他爹还把他姐一道送进了学院，可不气死他了。我不要姐姐坏坏，不要欺负小梨子，爹爹不要姐姐。骗你的，我骗你的。你现在没有姐姐的话，以后也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只会有妹妹的。我要小梨子要打妹妹了吗？她不会有姐姐，但是自己要变成姐姐了。小梨子不想打，我不可以不打。打她干啥呀？不想打就不打啊。可是姐姐打徐雅，小梨子不要当姐姐。这可把赵持纵给绕进去了。那你让你爹不给你生妹妹？不生。对，不生就没了。就这么一个话题，让小奶团子一个下午都心不在焉。小梨子，夫子在布置课业了。啊，好。今日你们回去做一幅秋日图，明日我课上检查，评得最优者有奖。秋日图不知道啊，小梨子不知道是什么。秋日图就是一幅描绘秋天的画，每个人眼中的秋都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样子啊。秋天是什么样子？小梨子还没有见过秋天，带回了宫里。怎么了？奶团子蹭蹭他的衣袍，看起来情绪不好。被欺负了？爹爹，啊？你要给小梨子生妹妹吗？生什么？傅锦离紧紧盯着他，又重复了一遍。你听谁瞎说的？你告诉小梨子嘛。我只能生得出你一个。真的不生吗？我没有关系的，爹爹，考虑。那生。好。奶团子瞳孔似乎都震了一下。说什么，爹爹？说什么？你不是让我仔细考虑吗？小梨子是骗人，你坏。逗完孩子又开始哄，老父亲乐在其中，只这吃饭时又出了问题。小主子，没事了。今日这食量实在是恐怖了些。传太医来。
小梨子，爹爹亲爸爸。不成。他摇摇头，不成老父亲也不敢让他再这么吃下去了。往日也不是这般啊。小殿下，近日可有哪里不适？没有，有什么就直接说。回陛下，殿下脉象平稳有力，下官私以为无甚大碍。如此，你写一道消食的方子，备在紫宸殿。是。奶团子坐在傅映觉膝上，看着苏展送老太医出去。爹爹，小梨子有课业，爹爹知道。带苏展带你出去晃一圈，回来再写。可是小梨子不会，小梨子又不曾见过秋天。哪里没见过啊？此时不就是秋天吗？闻言，奶团子一下从傅映觉身上蹦下来，想说点什么，小腿一甩，却不小心踢到了一旁的桌腿。父女俩只听咔呲一声。傅映觉似是猜到了这动静是怎么回事，眼中带着一丝荒唐。你不疼？不疼啊。你再踹一脚。这要求可太无理了呀！父女俩方才还坐得好好的地，此刻已经被轰然散架的桌子埋了个彻底。爹爹没有地方吃饭了。现在是吃不吃饭的问题吗？小梨子闯祸，哈哈哈！他这下算是想通了，难怪突然吃那么多，这么大力气想吃不多都难。你以后跟别人玩亲着点啊，别把人玩出个好歹来。晚间，他与傅映觉各占那案桌的一半，奶团子拎着笔画的大开大合。傅映觉偷看，还被他发现，小巴掌拍了一下。爹爹不许！直至第二天上学。哼，一整个四不像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？暗含嘲讽的女生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凭着家里阴币入了太学又如何？还不是草包一个。坏蛋走开，你比狗狗还差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评得几级。奶团子轻哼一声，你便是学中新来的那个小孩？是。博士缓缓点头，垂眼看他放在桌上的画，却是第一眼就被那画布吸引住。这只可是上林春烟玲珑卷，老夫已许久未见这玲珑卷了。夫子，当是您看错了，他怎会有玲珑卷？怎么不行？你没有还不准别人有啊？老夫直画40余载，怎会连这都分不出？没错没错，这与祖父说与我听的十分映衬，出而生润，柔不见痕。我看确是玲珑卷。就算画质好又如何？他画的还不是暴殄天物？不知你可否愿意告诉夫子，画上都是何物啊？我愿意的。这是爹爹，这是小梨子，这是花花和猫猫。爹爹带小梨子看花花。不错，小童心中十分重家园亲情。哈哈哈，小梨子，你把你爹画成这样，小心他揍你。奶团子小小哼一声，一时之间学堂内都是善意的笑，可偏有人不合群。夫子，画以秋为题，他却画了这般多的花，谁不知秋日里百花不开？秋日里确实开不了这般多的花，画是好的，你却是偏题了。夫子，哪有这般严苛？我看就画得挺好的，秋日里开的花，那不是大把大把吗？这里面可是有些说头。是我在开花。胡说，人哪会开花？怎么就不能开花呀？他说开就开。因为与爹爹一起，我心中欢喜，便觉万物生花。善，早不曾想到有人心中欢喜，见万物便带了欢喜。不错，
你这话不像以眼察之，倒是以心会之。这是极高的评价了。这便是我还未教于你们的一课。看这万事万物，用眼能品十之五六，剩下的用心方能见清。谢夫子教导。今日我做主加设一奖，其中一奖便颁给你们这位小同窗，如何？众人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我同意，两个都颁给他，我都没有意见。端方君子，言行庄重。奶团子拿了奖，那模样恨不得昭告天下。你找谁呀？洋洋，我找洋洋。洋洋，没听过。祁阳，小梨子找祁阳。祁阳啊，祁阳让薛福卫叫到那边去了。你若找他午些再来，现在当是不方便的。多谢你，小梨子知道。奶团子踩着小鞋子慢吞吞走过去，才知道那人说的不方便是什么意思。杨洋要被人揍了。小梨子打不过，怎么办？忽然他灵光一闪，脑中闪过一张拽上天的小脸。小粽子。于是上一刻还趴在桌上打瞌睡的赵持纵，美梦做一半，突然觉得身子腾空。你干啥？打架了！小粽子救救！打啥？打架？奶团子干脆拽着人就跑。我的姑奶奶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洋洋挨揍了，小梨子打不过，小粽子帮忙。谁打架？洋洋是谁啊？他们疑惑很久，因为眼前的场景一眼望去就能明了。乖，真打架呀？呀，小梨子打你！哎，你别啊！小梨子！一边的众人见老大被撞飞了，一时之间人都呆滞了。你敢打我老大？看我收拾你！兄弟们，救住他！我看谁敢！谁敢拽小梨子，看小爷我收拾他！是赵持纵。哎呀，连他一起打！娘打死你！小梨子，小心点！小梨子，快躲开！又来一人加入战局。唐爷，你来干啥呀？哎呀，给爷死！场面很焦灼，根本来不及解释。今日智学院发生了件大事，别说是教学的博士，就连祭酒看了都头疼不已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几个给我站好了！你们几个都给老夫说清楚了，今日为何打架？都不说是吧？行，徐雅，你来说。祭酒，学士也是无意间看见的。我到时他们已经扭打在一起，我怕出什么事，半点不敢耽搁，就去叫人了。学中尚有规定，他将一个陶然阁的压在地上揍，不像被欺负的。简直是胡闹啊！你是何人？谁说他打人了？你别瞎说话，他这么一个小个能打着谁呀？说话人是薛福卫。哭，还有脸哭？教你那点知识都读到哪里去了？你说说你，今日胆子是愈发大了，居然敢上陶然阁打架啊！是他们先欺负人的。胡说啊！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几个上来哐哐给我几拳。薛福卫这话还真没说错，他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懂他们为何要打他。你不许哭啊，不许哭啦！今日你们几个都得受罚，现在
就给我到引介堂抄书去。这事儿我定要告知你们父母，让他们好好管教。你说什么？别说傅应觉，就连苏展觉得这事实在荒唐。他们家那么一小个的娃娃，能把人按在地上揍？可是再一想，他昨日一脚将那桌子踹成一堆残渣。可是有哪家孩子受了惊？他其实是想问有没有那个被打伤打残的。是下官愧对陛下所托呀。祭酒先起，此事还得弄清来龙去脉才好做定论。待祭酒一走，你说他真的跟别人打起来了？陛下，还是小殿下安危最为重要。您看，是不是先将小主子接回来呀？叫回来？没听在罚抄吗？臭丫头天天顶撞朕，让她吃吃苦头。陛下，小主子年幼，陛下还是要认真引导才是。哼，那是自然。今日我回家，必是少不了顿打了。哼，都怪那谁，许谁，打架干他何事？看本公子出去，定要教训他。若不是他，我此刻何必如此？何必如此？奶团子蔫头耷脑的瞅两人一眼，根本没有半点搭话的欲望，又捏着笔开始写画画。小梨子，慢些写，祭酒未说抄多少方纸。小梨子莫慌，待会儿我帮你抄。小梨子自己打架，自己写。打架？你们到底为何打本公子？二话不说，冲上来就撞飞我。今日不给个说法，我就赖你家去。赖什么赖？他打你就打你了，要什么理由啊？但是我跟小梨子打你就算了，为何还有个唐眼？我是见小梨子被打了，我就冲上去了。所以还是你，我到底我怎么你了？小梨子还打你哦！谁让你欺负洋洋，小梨子就揍你。我哪认识什么洋洋，我当时是在他一怔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不会就是他吧？奶团子轻哼一声，意思不言而喻。我又没想打他。你是坏娘娘，你要抓他了。我不娘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。哦，你哭什么？我又不敢打他。打你，小梨子打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怎么认识祁阳，又怎么认识唐雅啊？我自己找的啊。你不单只有我一人，居然还有这般多的臭小子。认清你自己的地位。唐岩肯定是比不上赵小少爷的。负心汉更是觉得他无理取闹。不闹，小粽子不闹，小梨子好，小粽子好。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这般对我？不哭不哭，第一好，天下第一好。我不信。我投你天下第一好。果真？是的。我饿也没有办法，我们今天一顿好的都吃不了。不要，不饿小梨子，要大馒头。小梨子再不打架，打架饿肚子。祭酒虽严厉，但还是不会这么罚的。你们都没有犯过错吗？犯错我爷不给我饭吃的，我这么大一个胖子，给我饿昏在祠堂里，这也就罢了，还硬要我反省出点直呼者也来。我若是说得出来，干嘛还去闯这个祸呀？饿肚子还要挨揍？不要饿肚子，不要打小梨子。我娘该是不会揍我吧？小梨子，去我那里吃。不要回家。
回家爹爹揍他。小粽子，小梨子去你家了。可别，我爹到时候连你一块揍就不好了，他打人可疼了。没错没错，我作证，赵将军浑身都是硬的，拳头更硬，他一脚下去怕是你招架不住。那我……奶团子目光移向一旁的薛福卫。我不是不让你去啊，我爹不打人，但我爷爷还狠着呢。奶团子欲哭无泪，带着最后那点微弱的希望，语气希冀地望向唐衍。糖糖，好，去我家。咦，娘，这几个是我的朋友。今日学中放半日，他们想到咱家去吃饭。吃饭。故事的最后，便是唐母笑得合不拢嘴，带着一圈小尾巴回了家去。苏展，你说说，朕何时对他动过手？才是打了个架就敢离家出走。陛下，就算让他想破头，也想不出小主子还来这一出啊。哼，正好待他酒足饭饱，朕再去吓他一下。几位小客人想要些什么？将你家的茄子都盛上来。大娘，可以卖我们2根茄子吗？好吃好吃，茄子好吃。娘，哎，小云来了。哟，看看这是谁呀？这不是老张家那没人要的姑娘吗？徐狗话，你又瞎说什么？呸，瞎说！你家闺女没人要，十里八村都晓得，就算老娘不说，别人也是知道的。娘，没事，您先吃饭啊，有什么好气的？哼，不过是个破鞋，有什么好叫唤的？倒贴我家二娃子，我家都不带看一眼的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你家二娃子欠一屁股债，还敢狮子大开口要我家出聘礼嫁妆，想要我姑娘自己贴钱伺候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！上去就要推搡，这一推可不得了，坏了！哼，哪来的死小孩，滚一边去，碍着老娘手脚！小的们揍他！冲啊！徐狗花被冲上来的4个小孩缠住手脚，最后那个小女娃更是重量级，撞翻了。奶团子将人撞翻在地，半点不迟疑地跨在他身上。杀人了呀！救命啊！报官呐！老娘报官抓你们！不许说话！哼，谕令有颁，凡造谣辱人无端生事者，收押官府屯帐10。今日就算官差来了，也是你倒霉。寻衅生事，官府该要夸我等见义勇为。暗处，浑身裹着黑衣、气息隐匿的几人面面相觑。这是否要出手？陛下有令，非到危及性命，万不可出手。等一下，几位小客人，你在叫我们？今日多谢几位小客人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些个还望几个小客人不要嫌弃，就收了吧。我们没有钱了。哎呦，不要钱！你们几个刨别人菜地了？娘，是别人送我们的。送的，打坏人。唐衍家就在城外3里地。唐姨手艺真好，哪像我娘只会舞刀弄枪的。好吃就多吃些，以后再想吃就跟着我家阿衍家来啊。想不到唐衍你背着我们吃这么多好的。奶团子嗷呜嗷呜大口干饭，摇头晃脑，发上的小坠晃动着，好不可爱。几人这边吃得开心，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随着夜色悄悄降临。陛下，赵将军于薛司城到了。哦，倒是巧了。
臣叩见陛下。臣妇见过陛下。起来吧。不知陛下来此事？接孩子。臣教子无方，惊扰殿下，还望陛下恕罪呀。慌什么？小孩子家玩闹罢了。从城里赶来就是找朕跪的，要跪回家跪去，耽误朕接人。说完也不看几人，带着苏展抬腿进了小院。爹爹，我好想你呀。哼，想我？我看你巴不得见不着我。没有。这真是小梨子的爹？这是……唐夫人，我家小主子今日多有叨扰，天色渐晚，此来接小主子归家。哪里，都是阿衍的同窗，不叨扰的。今日多谢唐夫人照看，是我家主子的一点心意，礼不重，还望莫要推辞。不可，哪有带回孩子就要收礼的？哎，原是几个孩童同窗情谊，不易拿这俗物度量。只我家小主子日日挂念忧心着，怕给夫人添乱呢。夫人可快些收下吧，若小主子见着不收，怕是每日午饭都不敢多蹭2口了。原是我没顾虑到这些，这孩子乖巧又惹人怜，我也是打心底喜欢。苏展话术游刃有余，让唐母心安理得地将礼物收下后，几人也准备告辞。小梨子以后还能来吗？想他来。你还来吗？他没有回答傅应觉，只将话对着奶团子重复一遍。要来同糖糖一起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他又郑重地看向傅应觉。我会仔细保护他的。哼，小子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帝王的话听起来无甚别的意思，苏展却是意味深长看了唐衍一眼。说完，他抱着人头也不回地离去，苏展紧随其后。远远的，那人懒懒传来一句：祁阳，还不跟上？哎，什么个事儿？不晓得啊。爹爹，哼，怎么？爹爹揍小梨子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臣见过小殿下，殿下千岁。奶团子得了他爹一句国法家规，当即就准备哭2声装个可怜，这嘴巴才张开还没开好呢，就叫几句小殿下打断了。看着朕作甚？莫不是一家老小都想烦朕管教管教？不，哪里敢劳烦陛下？陛下日理万机，使不得啊！德行。小丫头扭2下，记仇地捏着小拳头轻捶在傅应觉身上。乖乖出来，不是爱与人打架吗？别家父母找来了。奶团子小身子一僵，别人家父母来找他麻烦了哦，完蛋了，瞅别个父母双全的，他只有个爹。爹爹没有钱赔了，你们将爹爹和小梨子打，只能打1顿就不要，闹了好不好？小鬼说的什么话？臣惶恐，怎敢与陛下动手？奶团子眨眨眼，不明白怎么又跪下了。他只知自己是小殿下，爹爹是皇帝陛下，却对这2个称呼没有明确的概念。爹爹，回家呀，回家！我儿隐藏身份入太学，今日之事，朕姑且不予追究。凡露出半点风声惊扰殿下，你薛赵2家万望自珍。臣明白。下臣定谨遵陛下圣令。就这么，傅英觉带着小鹌鹑一样的一小只走了。闹什么？爹爹打。何时说过打你啊？小粽子说打架爹爹揍。你这粽子怕是没煮熟吧？你既动手，
我暂且信你有缘有由，但是……他话语一转，狭长的眸子对上那泪眼婆娑，不自觉提了2分温度。若让自己伤到了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啊！奶团子大眼睛忽闪忽闪，不伤到就不挨揍，那就是阔姨打架，打赢就不挨揍。小梨子打架，爹爹将他们揍得满地爪哇！不会输的。你老子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奶团子疑惑又无辜，不是这意思吗？第2日，白白嫩嫩的小人气势汹汹就冲进了学堂，势必要给赵持纵一个教训，怎么能够骗小孩呢？谁知没有来。奶团子瞪大了眼。对的，他近日告假了。傅锦离小嘴一撅，不学习考零吧。小梨子，你昨日归家后可有发生什么事？他其实是想问有没有挨揍，毕竟他爹爹看起来似乎不是个好说话的和善人。没有啊，回去洗香香睡觉了。啊，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你爹爹罚你。罚我？没有啊，爹爹说打架要厉害厉害，要赢。那你爹爹人还怪好了。他有些哑然，似乎想不出傅英觉顶着那张邪似冷漠的脸说出厉害赢是什么样子的。你便是小梨子吧？2人在说着话，有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想应该是你。是小梨子。你是谁呀？我叫季楚，是赵持纵的朋友。小粽子。是，他这2日怕是都来不了学里了，恰好我今日归学，他就托我跟你说一声，还教我照顾你。这2日你同我一起用午膳。没见过你。我外出游学了半旬，今日方才回来。不来了？要过2日才能来。季楚解释，毕竟现在还躺在床上哭唧唧呢。小梨子，没事的，我陪你玩。谢谢猪猪。你喊我什么？傅锦离眨眨眼，诺诺的又重复一遍。是楚。楚。良久，他妥协似的肩头往下一搭。罢了，随便猪吧。猪。得寸进尺，乘胜追击。那便这么说好了，5时我来接你。不行，先与糖糖吃，再找猪猪吃。小梨子是个饭桶子，吃的实在太多了，要吃2次才能吃得饱。你说什么？小年纪已经是个端水大师了吗？你与他一同用饭吗？赵持纵也一同吃吗？这下好了，唐衍是又委屈又害怕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与奶团子的友谊是吃出来的。你要哭了吗？谁欺负你，打他。昨天刚干了2架的小人，似乎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一言不合就要上去干，偏偏唐衍看着这么个糊涂蛋，憋屈的眼睛都红了。奶团子看着看着，似乎也悟出了一丝什么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我们要一起吃饭。唐衍憋不住了。我疼你天下第一好，你莫要哭了。昨日你同赵持纵也是这么说的。是吗？奶团子手一顿，想了想，似乎真是这样。但是这有什么关系？哄人都是这么哄的，哪有这般较真的？没事的，今日与你最好。好。那如此，
下学我便在外头等你，你同唐衍吃好了再来寻我。好。小梨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小粽子死掉了，被爹爹揍死了。没死，他只是被打狠了。啊，赵持纵该是在家里受罚。真的假的？不出2天，他就生龙活虎的回来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奶团子想着肯定不是这样的，说不定现在小粽子就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没有人去救他呢。跟着我做什么？下学要早早回家，不能跟别人走。不回家，小梨子不回。去找小粽子，小梨子不回家。找他做什么？找他做什么？他没死。没有骗你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奶团子不依，跟他爹有些像，认准了8匹马都拉不回来。猪猪大找小粽子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猪猪找。季楚再如何老成也才5岁，不出片刻就叫他磨得妥协了。哎呦，我的小主子，又辛苦了一日，带回了宫，家里可不得把主子心疼死。小犬子辛苦。哪里，走，小主子随奴才回去。不回。啊，这样啊，那奴才可得跟着小主子去了。小梨子自己不跟，晚上接回家跟猪猪去。好，小主子高兴便好。奴才差人回去跟家里头通报一声，回头奴才就在那赵将军府外候着，就等着小主子出来如何？好。小主子去吧，不用怕。赵持纵家住在武安坊，这里是小粽子家。爸爸，别怕，不凶的，就是看着吓人。烦请通报一下，周家季楚来访。哪个小子在说话？李副将，你低头看看我。周家小子，你哪里捡来的小娃娃？走开。好。哎呦，这小娃娃小的我老李一巴掌就能拍傻。李副将，我们是来寻赵持纵的。不知，哼，老子不知。你是不是把小粽子吃掉？一听他不知，傅锦离急了。快吐出来。没事，不吃粽子。还站着作甚？你可以走了。李副将，我们是来找赵持纵的。奶娃娃也是来寻他的。莫去，那小子这会儿不好玩，躺床上呢，不经玩。我们来看望他。去，有啥？看他，让我们去。好，去。季楚，你带小梨子来的呀？是周家的小子啊，你来看这臭小子来了。赵奶奶好，我们来看望一下赵持纵。奶奶好。好，你好。来，奶奶看看。奶奶，给我，小梨子给我。好好扒着得了。呼呼，小粽子呼呼，小梨子下。慢些，莫要摔着了。小一团直冲到赵持纵旁边。小梨子呼呼，小粽子不哭。别哭，你别哭啊！我没哭，我是骗你的。回家，小粽子跟我回家，爹爹打我。没事，一点都不痛。不是带了糖给小粽子？小粽子吃糖。老夫人，王家送帖子来了。
什么帖子？非得现在递上来？老夫人莫怪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来寻您拿个主意。那王家此刻还在外头等着，非要个答复。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恶水尽出刁民。没见过哪家赶着黄昏饭点来发帖子的。是。满月宴，庶子女都不知道生了几箩筐了，如今好容易得了一个金娃娃，还不好好捂着。娃娃，金娃娃？呸！他那个算什么金娃娃？别家生个小娃娃，请去热闹热闹的。去，小梨子去。去，小梨子去，和奶奶一同去。小梨子别去啊，不好玩。那你可惨了，别人指名道姓让你赵小少爷去。我没搞错吧？他家孩子满月要我干啥？便是宣阳郡主的外家，那倒是不稀奇，那家子都是糊涂人。忒不要脸，你说不去吧，他王家指定又要上蹿下跳闹起来，但凡体面点的人家都只得捏着鼻子认了。我不想去，我受伤了。小梨子去，小梨子热闹。好，一起去，到时候跟小粽子一起来找奶奶。傅应觉合眼坐在案前，长指搭在一侧轻敲。爹爹，我来了，我想爹爹。甜言蜜语似是不要钱的往外冒。还小的回家。回家睡觉觉，想爹爹。哼，小没良心的，在外头心都玩野了吧？没有，爹爹。我也要热闹。热闹什么？就是热闹，跟小粽子热闹，王家，糊涂大。什么？望他英明一世，实在听不清奶娃娃的这些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。陛下，小主子说的怕是那曲相王家。傅应觉示意他继续说。这2日倒是有份帖子传了满京，是王家小公子的满月宴，准备热闹热闹。王家？傅应觉一时之间还真没想起来。便是宣仪郡主的夫家，前不久生了个儿子，正准备办宴呢。你要去？去。呵呵，那你可去不了，别人帖子都没给你发。这话不假，给宣阳10个脑袋都不敢对着自家这小皇叔打鬼主意。抢来，人人都有，爹爹给他抢一个。读2天书，真进土匪窝了？是坏蛋，抢来。哼，确实是个小坏蛋。说小梨子坏蛋，小梨子自己悄悄去，不带爹爹。哼，打定了主意，他也不黏着傅应觉了。脾气挺大。傅应觉眉眼带笑。哎，那边那个胖梨。谁知奶团子之竟是没理他。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他声音大了，惊住池子里这些傻鱼。坏，你坏，小鱼跑跑。啊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若喜欢，我明日送你一缸。见他还不说话，薛福卫顿时脑袋乱起来。你像个小野猪似的跑来跑去，那鱼说不定就是你自己瞎跑的。小混球，欺负我就告诉夫子。我不欺负你，我只是想做你大哥。大哥？做什么大哥？爹爹说他没有哥哥姐姐的。你也是，蛋壳里边蹦出来的吗？可是别人说打得厉害的就是大哥。可是奶团子无情叙述实事。你打不过小梨子。谁说的？其实年纪大的也能当大哥。不要。我做大哥十分的好，我手底下10来个人呢，都给你指挥。
你等等我，真的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与你都是吃过饭的交情了。你看我这么大一个，说出去多有面儿啊。大哥还会天天给你带糖果子，给你写课业。你就认认我吧。怎么了吗？不如什么？薛福卫竖起了耳朵。我当大哥吧。啊？什么？不行！不想跟你玩了。别啊别！徐雅自那日告了一状就没怎么关注过这事。哎呀，总算让爷爷我逮着你了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他不顾一切大步往前冲。你做什么？不打，不生气，你不要生气了呀。可他上次害我们都被抓了，哼，就该给他一点教训。不打架他会断，告状要关起来。啊，那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你不要靠近，讨厌你。哼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本小姐稀得与你靠近。你别找打！你薛爷爷我纵横志学院的时候，你还不晓得在哪里呢，你敢跟我哇哇叫？喂，你次次都躲在别人后头，算怎么回事？来院里勾搭这么多人，本事还挺大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这种人只会乱咬。你在欺负我，可是爹爹说没人可以，所以你想找打。别，你不是说他会告状吗？最后还是没打着人。上课，小梨子上课，所以你也快回去吧，不回去夫子打。你好厉害！奶团子拧着眉，又一板一眼重复一遍。上课啦！我真当不了你大哥吗？不行，那我就认你做大哥吧。我不想做大哥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说小梨子不想写课业。当大哥要给别人写课业的，他只写得完自己的。我也没有甜甜了。爹爹不许他吃那么多糖了，他没有多的分给别人了。傅英觉认为自己这20几年来还算是情绪稳定，大多数时候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冷眼相待。暗卫不知在地上跪了多久。你说怎么会有人连安稳日子都不想过呢？字调带着成年男性特有的低沉与阴雅，又平添几许玩味。傅应觉这时还忍不住想，果然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个眼力劲儿，瞧出来谁能招惹，谁又惹不得。自家那小丫头生来不晓得要多尊贵，他自然是认为自家闺女气运在身，寿与天齐。可当人父亲了，还是会忍不住多做打算。那玩意命贱死了就死了，但因为他一个就折了小家伙的福，他却是没那么大脸子的。可人若不死，那搓磨的法子也是多了去。令通正室许为家有贤妇莫氏，兰心慧性，操持辛劳，与许通正心连意结，池内把外。朕闻之，甚感为京父之典范，应加许之。满口赞扬，却听不出多大起伏。苏展，你亲自去，赏银1000两，胡铸玉如意1对，玛瑙挂金缠书1把，和雪面棱镜，并那套珐琅彩掐丝茶具。苏展压下心头的惊诧，连声应是。就说陛下要想人不自在，那法子是通天了去。通正使许为的正头娘子可是朱氏，也是那嫡小姐许雅的生母，而陛下口中的莫氏却是许为原先养在外头，后来才抬进府的。怎不见莫夫人到场啊？苏公公，怕是弄错了，臣妇朱氏。莫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，哪里配来窥视皇恩？哟，可不能认错，
苏展是知道大夫人的，只今日确实寻的莫氏，便是许大人后头抬进府里的莫氏。是，既如此，便去请莫夫人出来。不久，那莫氏便着急忙慌地出现在几人眼前。看人到齐了，苏展也不跟他们多废话，话音将落，却不见几人领玉谢恩。许大人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了，怎还不谢恩呢？许巍讷讷地张开了嘴，听了提醒才满脸复杂地叩谢圣恩。爹爹，今日玩的可还开心呢？开心呢。真的？傅应觉嘴里又哄着。可有欺负别家小娃娃？我有，我拽着他，小胖子黑呀拖着走。没了？奶团子摇摇头，傅应觉半晌说不出话来，看着他心安理得闭上眼睛打了个小哈欠，只得认命在他背上轻拍哄着。许是小主子宽厚。嗨，是他憨人有憨福，怕是别人骂的什么他都不知道。比起这边的祥和静谧，许家那头屋顶都差点掀了。你说什么？是莫姨娘，莫姨娘将夫人又给气病了。贱人，这个贱人，不过是个三流货色，也敢爬到本夫人头上。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不用功读书，讨不了你爹欢心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，说不然他怎会如此对我？一时之间，房内都是大夫人咒骂跟小女孩呜呜哭泣的声音。你做什么？听说你要去看赵狗，赵持纵，我也想去看看他。你去看他做什么？他凶凶。既如此，薛公子便一同前去吧，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同窗情谊呢。好呀好呀。小粽子，奶团子趴在床边晃了晃他的手，却不见人醒。许是喝了药困意上头，小姐用这帕子给小少爷擦擦提提神，估计就醒了。我来照顾他，我都想他了。赵持纵心里发苦，实在是受不住了。来人呐！我与小梨子来看你。你与谁？你再说一遍，与谁？和小梨子呀。小梨子？我不过方才走了几日，你就寻了新欢了。奶团子眨眨眼，什么新欢？没有听懂。奶奶，我明日便去学堂。不行，养病你给老子好好养，小年纪别落下病根儿，到时候病歪歪的，让你爹你娘怎么办？我就想去，我学业为重。你说什么？学业？李元像是听了个大笑话。你这臭小子比我多认得几个字儿啊，敢谈学业？哼，咱老赵家可没这个命。阿总别闹，咱以前不见你这么积极，现在倒是80老太太抹粉，老来装俏。赵奶奶，赵持纵近来的学堂表现挺好的，功课也愈发用心了。是吗？不可能。这伤倒是也养得差不多了，多抹2天药再去吧，到时候也差不多参加王家的宴会了。你娘是不耐烦应付这些的，到时候我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你这个皮猴，实在是不想搭理他王家。去，小梨子去。哟，小梨子也去啊？小梨子没有贴贴，爹爹没有钱钱。爹爹不能带他去了，他又抬起头来，双眼放光地盯着赵老夫人。小梨子去，大家热闹。爹爹去不了，赵奶奶带去啊。季楚差点一口水喷出来，别人不知，他却晓得个大概。
若没猜错，他便是那皇城里头的金枝玉叶了，他爹便是那杀伐果决的少年天子。大启陛下没钱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小梨子，你同我一道。小梨子那必是同我一道。瞎掺和什么？你俩都没根木棒子高，去一边玩去。别听他俩的，小梨子与叔叔去。你莫说这么多，你也没有帖子啊？没给老子递。你莫要忘了你前些年做过什么。如此我便亲自上那王家讨去。我好歹一个大将军，还吃不起他家满月酒了。有赵老夫人拍板放话，不出2日，还真叫赵持纵回了学堂。水之道也，此道便是顺应天然。原野道也，万物循环。治水策讲究赌不如输，便是如此吧。方法甚好，可九州大地万水通衢不是件易事，人力财力尚达不到。唐衍，我父亲常说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可我总是局限了许多。若父亲见到你，定会十分欣喜。没有，我瞎说的。说得好便是好，坦然受之不是什么羞耻事。那这样，你若不信，今日与我一道回府如何？季楚，你说你要带谁回家？我才在床上躺几日啊，你就背着我有狗了。持纵，小声些。赵持纵差点落下泪来，如今连说句话都不许他大声了是吗？唐衍很好啊，我准备带他回家见父亲，你要一起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小梨子，你是不知道这2个在干什么。哎呀，他们背着你回家呢。你听听，这像话吗？特别是唐衍这小子，今天敢瞒你，明天就敢揍你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奶团子没精打采的，他今日大被蒙头，四仰八叉的赖床不起，叫他爹揪起来时好一顿哼唧，后来屁股挨了2巴掌，才老老实实上学来了。我看了，爹在。没错，你爹真凶啊，比我爹都差不离乎了。爹坏。他真的很生气，都说要陪着爹爹在家了，爹爹居然说他一天到晚玩他脑筋，小梨子才没有玩，只是看爹爹可怜，才不是不想上学。去，小梨子去。赤桃阁4个说得欢，陶然阁那边薛福卫却是苦大仇深的很。祁阳，怎么了吗？你和小梨子是不是十分熟啊？怎么？我以后不再欺负你，你帮我劝劝小梨子。劝他做什么？劝他，话到嘴边，薛福卫舌头却打了结，难不成还要告诉他劝小梨子收他做小弟吧？这传出去多丢份啊！就劝他答应我吧。哎呀妈呀，老大！做什么呀？你们最好有事儿。老大，我们有要事禀报。没错，可了不得呢，我们几个冒死从敌营探出来的。你要说便说，吊小爷我胃口做什么？小大哥要与那个季楚回家了。季楚小儿，我饶不了他。哎呀，你冷静一些。去，你撒开我，我定叫他好看。敢带我小梨子回家？啊？带谁？小梨子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他带谁回家？还能是谁？除了那傻梨子，还能是谁？祁阳愣怔着松开了手，薛福卫一个趔趄，惯性使然，差点跌在地上。哎呦喂，祁阳，你这个人，你要拉就好好拉。祁阳可不管他那么多，转了头就去询问一旁的小弟，从他口中得出确切回答，什么小大哥就是约好要与季楚、唐衍一同结伴回家。他眉头都拧起来了。哎呀，
你同不同我去呀？去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去兴师问罪。好。先与糖糖吃，小粽子第二。猪猪今日吃什么？傅锦离纠结的脸都皱巴巴的，选择太多，个个都要他去，不晓得要先选哪一个好。不若一起，你也不用跑那么多地方。几人方一踏出，就遇上迎面而来的薛福卫与祁阳。洋洋，想你啊！你来找我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哎呦，小梨子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可太想你了。是。他想了下眼前人的名字。是，薛福卫。对呀，是我。薛福卫，你搞什么呢？我自然是来同你们几个人玩的。还有他，你看看你们4个人，稀稀拉拉的，连支蹴鞠队都凑不齐。也就是我人好，才想着跟你们搭个伙。哼，你那脸上要跑马，说话好像那发大水。你们这是准备吃饭去啊？哎，太巧了，我正好能一道。嘿，是不是啊，小梨子？我们就是要一起吃饭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起吃饭。季楚说的同窗可是赵墨家的小子。不是的，老爷，小少爷说是位才思敏捷、博闻广志的孩子。季楚只提了这么一个，周尚书便也认为只有一个。渴望着那像是下小崽一样，一个接一个进来乖乖站好同他问好的一排小不点。周尚书向来泰山崩塌而不改面色的人，胡子都抖了2抖。父亲，今日便要劳您费心了。该当如是，我大启便是幼儿也能独当一面。唐衍见过周大人。不朝不官，在家中算不得大人，你莫拘谨。周天简单与他对了几句，发现这孩子思维意外的开阔，基础学问做得也好。小丫头也是来找我问学的。不会的，小梨子不识字。爹爹说小梨子还是个小宝宝，小宝宝读不去书是正常的。我认真的，我乖乖上课。不错，态度很重要。小梨子不错的。爹爹说了，别人夸你，你就要认可，这叫做事事有回应。几人听得津津有味，只一个赵迟纵头晕脑胀的。同样听不懂的还有个小胖梨，他瞅瞅这个，瞅瞅那个，都听得认真呢。他轻手轻脚的对这档子事得心应手，找准时机，咧着满口小白牙，就这么跑了。小梨子快跑啊，抓住爸爸！父亲离小腿哒哒的，边跑边碎碎念：咕咕，小鸡咕咕，小鸟喳喳。不听话，小梨子打。你是哪来的小崽子，在这里做事呢？爸。我报。周毅然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却见奶团子重重地点了下脑袋。这么一个大高个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。爸一爸嘛。小孩，你从哪儿来啊？从家里来的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是弟弟家的。问了跟没问似的。他见这小人对他发带尾端那颗润珠很是热切，他将这手臂腾出一只手来，将扣带一解，放在他白嫩的手心窝里。拿去。谢谢。不走，小梨子玩。不动。小孩不能玩水，你同我回去吧。父亲，我在外头捡到个小娃娃，你……周天话未说完，见里边稀稀拉拉的站着4、5个人，他话语急急刹住。小梨子，你溜出去玩了？小梨子，你去哪了呀？何时跑的？怎都不叫我呢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谁欺负你了？小梨子跑出去玩小石头、小鸟还有水。不欺负，我自己玩。
几个孩子结伴来拜访，他年纪小，爱玩些，该是方才闲无趣，跑出去玩耍了。周大哥，哈哈，可太巧了，前2日我爹还叫我与你求教2招。求教？去，是2招。他话是回答赵持纵，却是示意的齐扬。不是要过2招吗？那是我新收的小弟子，你与他试试如何？周大哥，你是说祁阳？自然是缘分到了。不是，陛下让的，去问他吧。今日总的来说还算圆满，天色渐暗了些，就各回各家。我来啦，小橙子。周统领辛苦，在宫中劳苦万分，回家要注意身子，您早些回府去吧。奴才这便先接着人走了。倒是将你那干爹的做派学了个干净，就回去了。再见，周哥哥再见，小梨子回家。望着那绝尘而去的车马，周毅然心头不知作何想法。小丫头好好一个，怎就是那人的亲闺女呢？傅锦离献宝似的将怀里的珠子递给傅英爵看。他倒是舍得。这润珠难得，周毅然手里的更是上品。没成想这小屁孩光是往他府中去了一趟，就落入这小崽子手中。还来，爹爹还。你日日去学堂，怎日日都像是进了那贼匪窝一般？给我呀，给我。哎，你浑身脏成个小泥娃了，还敢往你爹我身上蹭啊？摸了个空的奶娃娃，气得啪一下拍在桌上，那力道之大，直将那桌都裂了条缝。小梨子打的，爹爹不乖，不管小梨子打。还你，我还能弹你一颗破珠子，拍什么桌子？啊，好，爹爹坏，爹爹不说了。暗香消渴木樨香，天气偏饶8月凉。快来呀，小梨子要出去玩啦。哟，小主子，还早呢，您上哪儿玩去？您在上榻歇歇，待天大亮了，奴才再叫您成不？小梨子起早出去玩，我自己玩，不跟爹爹玩。爹爹都没有帖子，还成天欺负他。小梨子这次悄悄跑掉，不带他，让他一条龙在家哭鼻子。可是要与祁小太子玩啊，他近来可忙啊。不是的，出去坐小马出去。啊？您是说出宫去啊？对。哎呀，您忘了，近日不去学礼，出宫手牌叫陛下收了，那侍卫可不放咱出去。爹爹，奶团子大眼睛雾蒙蒙的，叫爹爹给。那得陛下罢朝回来才行。啊，我们去那里找爹爹吗？是，陛下今日忙些，在中极殿处理政务。苏长，一看见人，奶团子小短腿生风似的跑去。哎呀，小主子可慢些！啊，小主子也，莫跑，仔细摔着。我是小乔，哈。没个稳重样子，小主子磕掉一根头发，仔细你的皮。儿子醒得，干爹放心。小主子怎么来了？可是想陛下了？不想。回答得毫不犹豫，可又记起自己还有求于老父亲，又为难的补道：一点点想吧。可把他勉强的。陛下今日生气，小主子去哄着一些，不然他回去可得闹您了。小梨子哄，爹爹乖乖。小主子去吧。好。哼，如此你便是这样来敷衍朕？区一个南渡来时，就叫你慌得头尾不顾。陛下恕罪，是臣之过错。哦，罗大人兢兢业业，满朝文武皆有耳闻，朕如何敢怪罪你呀？不阴不阳的语气听得奶团子一抖，
是自家爹爹没错，爹爹天天说他哭包，那他自己就是个气包。砰当一声，谁在外头？给朕滚进来！爹爹他。笨手笨脚的，摔不傻你。爹爹抱抱小梨子，小梨子摔。成天就知道抱抱抱，现在连走都走不稳了。怎么过来了？可是想爹爹了？想爹爹。朕如何说的？让你自己待一会儿，朕不在半日，你就巴巴跑来找，以后还怎么是好啊？啊，小殿下敬爱陛下，以陛下为人生之至高意义，自然是要黏陛下一些的。他其实心里没底，可陛下喜怒无常的，他怕自己不说点什么，下一步就直接嘎了。看着陛下望着他的眼神从平淡如水变得温和，最后目露满意，他心头一喜，马屁拍对了。小殿下秀外慧中，心系陛下，孝道重妙，臣闻之实感心惊，不禁为陛下有此一女而忽为我大喜之幸啊！不错，臣今日一见小殿下，惊为天人呐，当是那天上仙童托生，才能生此模样啊！是极，陛下多年无嗣，当是福气积攒，如今小殿下临世，必是福泽深厚。大善大善呐！公主殿下与陛下情谊深重，小殿下时刻挂念父亲，情谊感天动地呀！漂亮话不要钱的往外吐，求生欲极强的几位大臣将这辈子的好词说得干干净净。行了，油腔滑调，成何体统？你敢说你听得不爽？是，陛下教训的是啊。我等羞愧，奴颜惑主，陛下明智，当为小殿下之典范。傅应觉心情愉悦，一大早蹭蹭起来的火气消失无踪。乖乖待着，爹爹处理好就带你去吃东西。奶团子嗯了一声，语调上扬，拒绝的摇摇头。那叫苏朕进来陪你玩一会儿。不要。傅应觉拧眉。那又如何？爹爹手牌小梨子出去玩。什么？他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出去玩。傅应觉一愣，怎么刚一来就要走啊？你莫不是就为了来找我讨这个的？啊！行了，这下懂了。他还说怎么跑前头找他来了，还当是他真的想了，搞半天是惦记着出去玩。傅应觉上一瞬如沐春风，下一瞬脸黑如锅底。不许！心头拔凉拔凉的。万幸此刻气候尚暖，若真是那寒冬腊月里，这棉袄子破洞破窟窿的，不得叫他冻死在寒风里。要去小梨子去，爹爹求求。出去做什么？你不陪爹爹，你成天往外头跑，像什么话？给我坐好了。不抱小梨子你坏坏。这不就是在抱着你的？哼，我要出去玩。傅应觉头疼得很。那待会儿爹爹陪你去行了吧？这哪行？他可是瞒着爹爹悄悄的，不能告诉他。不要，小梨子自己。傅应觉板下脸来，静静看着他不说话。哪知奶团子不以为处，娇声磨着他，直将傅应觉那颗心蹭的是忽冷忽热的。最后实在耐不住，语气不耐极了。行，给你。最后奶团子得偿所愿，喜滋滋的抱着牌子走了。小没良心的。几位跪了快半个上午的老臣，想着陛下心情该是好了一些。陛下什么陛下？给朕滚过来！是。小粽子玩，去找小粽子玩，他想我。赵默没来，那小子估计跟他奶奶在女客那头呢。不可，客人那头不能再进了。这位客人那头都是些女客，可不能再进了。
不给过？有路不就是给人走的吗？主人家有交代的，万万不敢放您进去啊！这出了岔子，奴婢没办法交代啊！我不能过去喽，你还要找那小子不？呱呱，你乖乖，小梨子待会儿来接你。那可不许乱跑，记得叫那臭小子送回来啊！好啊！奶团子撒开小短腿在后头狂追，跑得嗨呀嗨呀的。完了，小梨子把人跑丢了。萧家小小姐嘴上饶人些，他们也不容易。我不敢去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若不然当心郡主扒你的皮。奶团子走走停停，听见有人说话，他眼睛一亮，想找小粽子，也想去那边看热闹热闹。谁在那里？萧月，你做什么？该是哪家迷路的小丫头。傅锦离看着这许多人，他还不曾见过这么多与自己一样的小姑娘。你是谁家的？上来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，小梨子玩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曾见过你，是哪位大人府上的？我是小梨子，是弟弟家的小梨子。那你家中可有兄弟姊妹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了。爹爹说只能生一个小梨子了，别的生不出了。嘿，你可真好玩，到底是谁家教出来的小丫头啊？漂亮，你们漂亮，小梨子喜欢。瞧你小嘴甜的。香香呀！切，油嘴滑舌。香香，好香，小梨子，啊去！我要去找小粽子了，以后再找你们玩哦。行，以后记得找我们玩啊。奶团子嘿嘿笑着，抬着小胖腿慢吞吞走了下去。走着走着，似是觉得不对劲。是你啊！奶团子的声音初时极紧张，认出了是方才坐在他身旁的小姐姐后松了口气，尾调都变了。丁雅妍顿顿点了下头。你找小梨子吗？小梨子不能玩，要去找小粽子呀。不玩。不同我玩吗？一起。那你不许哭啊，小梨子带你去玩。好。赵持纵怒视身边的薛福卫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哪都能见着。来找你玩呀。我才不同你玩呢。小梨子怎么还不来？再不来我都要睡着了。三人站的地方已经离席很远，旁边架起一座高高的莲台。站远些，看着不太结实的样子。那台子我看着后背都冷汗蹭蹭的，摇摇欲坠。快走快走，走远些，当心掉下来砸到。几人意识到危险，正要远离，可是有些时候现实就是这么荒诞。站在莲台下的小孩看着看着，居然伸出手去轻轻一推，那莲台吱呀晃了两下，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塌了。季楚，别慌，还好，我们还好。我不好了呀，我要死掉了。等我把东西挪开，你们别慌。他颤着声音安慰，滚去叫人来。薛福卫，你痛不痛啊？怎么办？我拉你出来。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？我想我娘了。我今早上我还将她花瓶里的花给扯了，刨坑里埋在墙根底下的破瓦罐里了。娘，儿子不孝啊。你不要死，我以后再不同你打架了。爹呀，小飞要先走一步了呀，爷爷呀。
你若是真坚持不住了，便放心去吧。我以后上你家给你爹当儿子去。等以后他死了，我给他摔盘捧灵。我下辈子同你做亲兄弟呀，小宗，我爹娘我就拜托你了。还有我大哥呀，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大哥呀，我大哥那么笨，没有我可怎么办呀？好，小梨子和你爹娘都交给我了。都闭嘴，乱说些什么呢？全都没事儿。不哭。季楚意识到事态，却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赵持纵，他们被压在里面了。小梨子，用力！是小梨子，他来了。我大哥来救我了。老大呀，小梨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不怕，小梨子用力，小粽子不哭，薛狐卫不哭。小梨子手流血了。不痛，小梨子力气大，不痛。三人互相搭着手，堆积在一起的木条肉眼可见的减少。这时王家的下人们才姗姗来迟。哎呀，我的天爷啊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你们这群死小孩啊，我儿的媳妇台子呀！还有心思关心你的破台子，再晚来一步，你何府上上下下担待得起？宣阳眼一瞪，哼，你可知我是谁？我堂堂大启郡主，你敢出言放肆？他这郡主虽然当得名不副实，可他始终端着皇家的架子。郡主，若底下人出了事，谁管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说这底下还有人？你王家果然是好样的。让了去叫人，许久才有点动静，如今一来就开始抱怨。哎呀，快，搬开，给人救出来呀，快！天爷啊，这可是他儿子的满月宴啊！麻溜点儿，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下人们蜂拥而上，三个孩子得了一丝喘息，停下来站在一旁。快些！我丑话可说在前头，今日之事可同我王家无关，全是你们这些个小崽子自己管不住手脚。本郡主还未怪罪你们弄塌我儿的莲台，你们自己可要晓得好歹，莫要给家中招祸。郡主好本事呀，写信歪道，见而不管，知后果而放纵，是为故意伐害。本郡主一篑拾起，哪那么多时间管这么些琐碎事？说到底不过是你们自寻苦吃罢了。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。那莲台本郡主花了大心思，绝无可能自行倒塌，定是你们谁手欠挨了上去。啊，本郡主见他力气奇大，不似一般孩童，说不定就是他推的。看见了，看见里边的孩子了。快了，薛福卫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。记住，让他们再快一些，薛福卫的腿被压好久了。轻点，哎呦，疼啊！这好痛！叫大夫来啊！什么破王家，什么破郡主，早晚叫你见鬼去！去叫上4-5个大夫来给他好好看看。下人领了命就要走，刚迈出2步，就叫不远处的画面镇住了眼。这郡主！哼，谁叫来的？谁给放出去的消息？囡囡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给本夫人滚开！小魏，小梨子呼呼，不痛。老大，我死不了了，我不给赵持纵照顾你了，我正要趁病表一下决心与衷肠，却恍惚听见了自家娘亲惊天泣血的一声呼喊。
娘啊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，哦，娘啊！小薇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别怕啊！娘来了！哎呦，小梨子，你这手怎么搞的呀？痛，不擦，好痛！奶团子胖脸带泪，一脸决绝，眼看着大夫的手就要落上来了，他呜咽一声，闭上眼不敢看，可不知为何，却迟迟没等到那痛意传来，反倒是耳边一阵齐整的脚步迅速围上来，直到听见一句尖锐的、熟悉的、庄严的陛下驾到！他猛地睁开了眼。你们是何人？敢私闯我王家？当心本郡主摘你的！话语戛然而止。陛下驾到！陛下！一时之间，众人惶恐，纷纷跪坐了一片。傅应觉不紧不慢，狭长的眼眸就连瞳孔都比别人竖直几分，一眼看过去，除了一堆黑压压的脑袋，就只有那紧闭双眼又猛然睁开，咧着嘴傻气看着他的一小团。还不过来！奶团子半刻都没有停顿，在几人眼前直直摔进那95至尊的怀里。爹，怎么才来？他眼中的傅英觉似是无所不能，所有惶惶不知如何的时刻，他都开始期盼着他的到来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委屈什么呢？不是来了吗？哭成小花猫了，不怕别人笑话。周毅然看着他这副哄孩子的模样，熟练倒是熟练的，就是看着这水娃娃今日是当真伤心极了，怎么说都止不住泪。哪里疼了？我瞧瞧。是惹小梨子不开心了，爹爹收拾她，好不好？不哭了。他说的轻巧，语气温和，似是裹着一层柔软的棉锦，可谁人都知那柔软之下是怎样的利刃雷霆。好一个宣阳郡主啊！宣阳却刹那间面死如灰，以这副跪趴着的姿势软倒在地上。陛下，小殿下手上伤口浅现，细细养着倒能恢复得很好，只是皮肤娇嫩，怕是要吃些苦头。那便用药吧。是。爹痛，不要这个，不要，回家，我们回家。爹。傅应觉叹了口气，还是将人从椅子上抱了起来。闹什么呢？你乖一些，抹了药就带你回家。不抹小梨子，去看薛胡伟。他有人看了，你自己先把药上了。爹爹抱着你便不痛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不看就不疼了啊。小姑娘哭得惨兮兮，却不是放声大哭，而是憋在嗓子眼细声细气的抽噎，更惹人怜惜了。没有手吃饭了。哪次不是你爹我喂的你啊？周毅然久未见他这般骇人模样，不过再一看了缩成一团的小人，便也释然。去大宗正院请人来。陛下，不要啊！求您了，不能去啊！陛下，皇叔，您高抬贵手，放宣阳一命吧！大宗正院啊！别人也许不了解，宣阳却是清楚明白。宗院管理皇家玉牒命册，此刻将人请来，除了处理自己，他不做他想。陛下，宣阳知错了，求您看在父王的面子上，放宣阳一马吧！陛下，您饶我一回吧！至亲？傅应觉忍不住笑，觉得有意思极了。哼，你也配称朕之至亲？生下我儿不知费多少心力，前后不假他人之手，凭你？他声音陡然阴冷。也敢与之相论？你既整日念叨你这身血肉尊贵，朕如何能不成全于你呢？那便将你四肢划开，
浑身血液放干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乖侄女。自陛下登基，大宗正院久未有什么大动静，今日传唤，兹事体大，宗院那边郑重处置。来人是傅氏一族的年长宗亲。臣傅进见过陛下。已故荀王之女宣阳为非作歹，屡教不改，有辱皇家颜面，今日大不敬于公主，朕绝不予以姑息。他抬眼扫视一番，又启唇道：郡主之尊，德不配位，即日起除封号，取复姓，贬为庶人。陛下，除名一事恐有不妥，当真再无转回的余地。您救救我，您为宣阳求求情，我不能啊，我是皇家郡主啊，我不能得这般结果。陛下，您看，如今郡主已是，不知可否？看来是颇为不舍呀。如此，朕也不好强作为难。这话说的似还有余地，傅京一喜，还不待他开口，又听傅应觉道：朕向来是成人之美，诸位舍不得宣阳，便同他一道去吧。臣绝无此意，望陛下明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宗院在朕眼皮子底下都使唤不动，想来……他低低笑了2声。还是朕太过无能啊！微臣失言，望陛下恕罪。宗院全为陛下马首是瞻，您看该要怎么个法子才算妥当？臣不敢，陛下所言极是，宣阳为人跋扈，陛下英明，是吗？那当是朕狭隘了。诸君大义灭亲，实乃朝之典范。郡主目无尊卑，宗院定遵陛下旨意，绝不姑息。都带出去，有多远去多远，看得朕眼疼。他没说如何处置，底下人心思却是活络的。陛下厌恶王家一众至此，让鬼远些。可那京外也是远，蛮荒也是远。回家啦。周毅然怀里一空，温软随之离去。想要回家报祭处去吧。这话纯膈应人，谁不知道周家小公子端方要人报不存在的，更何况是对这个心结芥蒂的兄长。臣恭送陛下，陛下慢行。赵持纵眼巴巴望着小人趴在他爹怀里走了。小梨子的兄爹变成皇上了，日后可怎么办呀？他也没见过别人家公主是什么样子的。小纵姐，我回家了，明日带高高同你们去哦。好，我也同你带。奶团子用包成一团的小拳头戳了戳傅应觉，示意他说2句。改日进宫与小梨子一同玩。傅应觉毫无征兆的出现，走的也同样突然。哟，小季，怎么搞成这样？你和赵持纵跑狗坑去了？谢丽叔关心，季楚兵卫去跑狗坑啊。这灰头土脸的，被人揍了，那你可得告诉我，我套上麻袋给他一顿好果子吃。当然，如果是你哥干的，那就别叫我了。打不过，这一天鸡飞狗跳的可算是结束了。爹爹吹吹。不疼了，痛飞走啊。夜里许是真疼的受不住，小孩一整晚都睡得不太踏实。这伤说重不重，但傅英觉被吓了一整夜不得安生，第2日连学都不放人去上了。上学？上什么学？在家睡觉。不上学，小梨子不睡觉，爹爹玩。成天想玩，今日你到中极殿去，朕倒要看看你整日在学堂都学些什么好东西。待我下了朝，小玄子便将你送过去，你老子我亲自盯着，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养好了，
也是愁，自家孩子看着软乎，却实实在在的闹人。爹爹饿，吃嘎嘎。我不饿。累，爹爹休息睡觉。爹不累。那奶娃娃仍在吃醋，还想继续说，傅应觉这才抬起眼来。不饿不累，不要你伺候，过来，坐那儿去。好。傅应觉将他提溜起来，还顺势在他小胖脸上捏了下。坏，苏展所捏了流口水。切！傅应觉不以为然。骗你的，小孩子才流口水。小梨子是小孩。你不是小宝宝？不知道去外头学了些什么，回家就念叨着自己是爹爹家的小宝宝。是吗？小宝宝不是小孩啊，不过看着爹爹那一脸信誓旦旦，他也就深信不疑了。傅应觉敷衍地应了2声，将书册摊在他面前。哦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既然坐不住，那就找点事儿做。爹爹，我知道，爹爹知道小梨子学问做得十分好。看着他小脸一片空白，傅应觉张嘴就来。前日夫子还同我说你十分努力，比之前别的同窗还要聪明，让爹爹在家多给你找一些书看。哎，本来我也舍不得你这么用功，小宝宝就要出去玩才对嘛。但是爹爹想啊，这天赋若是耽误了，实在可惜啊，只得忍痛抱着你多学几分喽。我就知道你定是不简单的，爹爹看你第一眼就觉得未来必成大器。果不其然，连夫子祭酒都对你赞不绝口，怕是再过2日什么祭楚堂演、骑羊拍马都追不上你了。这本是下下之策，换个人都不一定能哄得住，奈何自家胖娃娃没文化，随意2句就能被唬得5迷3道的。我厉害的，小梨子学习。不错，果真不愧是咱老傅家的种。哼，奶团子认字不多，书也看得磕磕绊绊的，可是爹爹说了他厉害的。厉害的人怎么能读不懂书呢？呵，所幸是我生的，在别家怕是还要委屈你。陛下，尹太傅求见。请进来。话落没多久，老臣叩见陛下。老师何至于此啊？快些入座。老臣今日来是厚着脸皮向陛下讨个恩典。老师先坐。臣今日言辞恐强人所难，实在是别无他法，才求到陛下这处，不求尽善，但问无愧了。哦，老师言重了，有话尽说便是。臣他方起了唇，却叫内侍一阵嘤咛打断了话语。傅锦离睡得小脸红润，方起床有些不爱搭理人，被傅应觉抱在怀里喂了口水。谢谢爹爹。睡觉都不老实。他方才进去，人已经瞪着眼睛傻乎乎地窝在小榻上，被子不翼而飞。老师无需多礼，永嘉爱教学，身旁离不得人。小殿下当娇惯些。臣今日来是为我那小孙女儿。果然，傅英觉点了头，示意自己明了。我那小孙女儿，陛下当是知晓的，情况特殊些。当时雅言尚不记事儿，我们将她接回京心养着，却不想年岁渐长，方见揣错。丁雅言往日里便对周围一切漠然处之，除了两老，也不爱同谁说话。臣一辈子未求陛下什么，那痴儿实在不该惦念殿下。老师直说便是，朕只得酌情与之。指望殿下开恩，让那痴儿远远见上殿下一眼便罢。您当知晓，心有执念，欲壑难平。
殿下尊贵，不敢贪之甚多，臣豁出去，只当哄那痴儿欢愉一刻便罢。坐在傅应觉怀里的人也缓过了那一阵迷瞪，慢慢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莫动。小人安分了，他才对着尹清道：既是永嘉的事，朕如何都替他决定不了。您若实在执着，便也问问他。臣明了，谢陛下成全。爹。尹大人有事求小梨子，不知你答不答应，特来问问。问我？他面容娇痴，只当这问题也是同季楚父亲问唐衍那样的，想也没想便摇了头。小梨子不知道。先听听。好吧。于是他从傅应觉怀里滑下来。你要问小梨子什么呀？殿下安好，是臣家中有一孙女，昨日与殿下一同在王家宴上，她归家后说很是喜欢小殿下，故臣斗胆来问小殿下，可否愿意同那傻丫头再见上一面？见我？是谁呀？便是昨日与小殿下从小亭一路同行的那个小姑娘。她要见小梨子吗？是，不知小殿下。我愿意的，小梨子想。虽是傅锦离自己答应的，傅英觉此刻却是万万不可能放任，两只手包得跟个小锤子似的。两相考虑之下，只得等他伤好全乎了再做打算。奶团子估摸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，那伤口不过3、4日便好了个七七八八。我好了呀。想怎么着？好了，就不能关起来了哟。他一张嘴，傅应觉就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。我哪关得住你啊？要出去读书了，再不去就追不上糖糖跟猪猪了。这2日看了几本书，属实是膨胀了不少。他也是敢说，傅英觉都没耳朵听。大人不许管小宝宝，乖乖放他出去呀。哦。我是什么意思？奶团子皱着眉，是没听见他说话吗？听我的话，小梨子说放他出去呀。傅应觉哽住，偏那软乎乎的一团许是这样伸长了身子有些累，然后呼呼呼的就开始吹气。小兔崽子，谁叫你吐人口水的？没有吐口水，是呼呼呼呼，爹爹听话。冤枉他，小梨子才不吐口水了。坏得很呀，爹爹大坏蛋。他扒拉着高大男人身上的衣服，站着不动的人怕他摔了，抬手撑住他。你说为什么摔小梨子？不说是吧？小梨子揍人。你还敢说？谁教你的混招？才不会。是好办法。小梨子呼呼一下，爹爹就听我的话。